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微观世界的神秘大门。它专注于探索在极其微小的尺度，原子甚至比原子还小的亚原子层级上，物质与能量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平时接触的是宏观世界，但在这个微观领域里，一切似乎都颠覆了常规。量子力学诞生于20世纪初那个科学革命的时代，一经问世，便掀起了思想的巨大波澜。它不仅彻底重塑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基本认知，还直接挑战了牛顿以来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经典物理观念。量子理论提出的许多思想，比如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个状态，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小说，但它们却经得起严密实验的考验，真正让人跌破眼镜。推动量子力学发展的动力，正是为了破解一些让经典物理束手无策的谜题。像是黑体辐射这样的问题，一度被称为物理学的紫外灾难，还有光电效应，让人怀疑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再比如原子光谱中那些莫名其妙的条纹线，这些现象一个接一个挑战着旧有理论的极限，迫使科学家们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科学家们越是深入研究光与物质的本质，就越发现这不是一个按部就班、可精确预测的世界。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未知领域的大门，一个由概率主导、充满不确定性、粒子行为诡谲莫测的奇妙宇宙。在这个世界中，粒子既是波又是粒，行为像在掷骰子，结论总带有几分模糊。这一系列看似反常识的发现，最终构建起了现代物理学赖以支撑的理论大厦——量子力学的框架。量子力学中最令人惊讶也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便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简单说，就是像电子、光子这样的微观粒子，既可以像乖乖的小球一样飞来飞去，又能像水波那样发生干涉和衍射。它们并不局限于是波还是粒子的单一身份，而是看你用什么方式去观察，它们就展现出什么样的性格。这是自然界赋予它们的一种量子魔法。要理解波粒二象性，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双缝实验。在这个实验中，科学家让像电子这样的小粒子穿过一个有2个细缝的障碍物，2个缝隙相距很近，就像纸上的2条细线。当粒子被发射到这个装置中时，它们仿佛在做出选择，是穿过左边还是右边的缝隙。可实际上，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奇妙的是，当2个缝隙都打开后，粒子打在屏幕后面不再呈现单纯的2个点的分布，而是出现一连串明暗相间的条纹，这就是干涉图案，正如波在水面上叠加时的表现。这一现象表明，粒子不是简单的走了其中一条路径，而是好像同时走了2条路，像波一样相互干涉。这种现象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粒子的定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旦我们在实验中加入观察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尝试看看这些粒子究竟是从哪条缝过去的，干涉图案居然瞬间消失了。屏幕上只剩下2个模糊的斑点，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普通粒子行为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光是观察本身就已经干扰了实验结果。粒子仿佛知道自己被看见了，便放弃了波的身份，变成了乖乖的小球。这种让人看一眼就变样的行为，其实正揭示了量子世界一个最本质的秘密，那就是测量本身会改变被观察的对象。在粒子被观测之前，它并不是处于某个确定的状态，而是一种叫做叠加态的特殊状态，像是在同时存在于多个可能之间。当你去测量的那一刻，它才决定以哪种方式存在。这种概念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固有理解。在量子力学的宝库中，有一个核心概念至关重要，那就是波函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地图，但不是画出城市与道路的地图，而是用数学语言描绘出一个量子系统当前状态的可能性分布图。波函数不仅仅是数学工具，
它是我们接近量子真相的桥梁，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基石之一。波函数通常以希腊字母psi发音为 psi 来表示，简洁的一个符号，却蕴藏了量子系统的全部秘密。它像是自然语言中最复杂的一句话，包含了关于某个粒子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位置可能出现的全部信息。只要你解读得当，就能知道这个粒子可能会在哪里，而不是确定在哪里。这时候你可能会问，怎么从波函数 psi 得到粒子真正出现的概率呢？答案是把它的幅值取平方，就像算电压时要平方电流一样，把 psi 的幅值平方后，就能得到一个概率密度图，也就是说，在某个特定位置，粒子出没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从可能性出发的计算方式是量子力学的独特视角。这种将波函数的平方与概率相联系的解释，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提出的，他彻底改写了人类预测未来的方式。在此之前，经典物理信奉的是决定论，只要你知道一个苹果从多高掉下来，风速多少，角度几何，那么它会掉在哪儿是可以精确算出来的。但在波恩的解释中，量子世界不再允许这样的精确预测，一切都变成了有几分可能。与经典物理中那种一板一眼的精确不同，量子力学引入了根本性的不确定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它告诉我们，有些物理量，比如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也就是速度和质量的乘积，你无法同时精准地知道。你越是想精确测量它的位置，它的动量就越模糊，反之亦然。这不是因为仪器不够精密，而是宇宙本身就不允许你这么做。这一点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条实验室里的规则，更是一个哲学上的震撼宣言。在量子层面，宇宙不是一台精密计算机，而更像是一场掷骰子的游戏。这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认知需要一次彻底的升级。或许这个世界并非每一步都注定，而是充满了选择与可能。随着量子力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它逐渐演化出一个更具体的分支——量子理论。它专注于解释原子内部的细节，尤其是在描述原子内部电子的能量分布时，科学家们发现这些能量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一级一级的跳跃，就像楼梯台阶一样，存在明显的分界。这种现象被称为能级量化，这是理解原子结构和行为的关键。在量子理论出现之前，经典物理学对电子的看法比较随意。按照经典逻辑，电子应该可以在原子核周围的任何轨道上自由运动，能量值是连续变化的，就像车子可以在任何速度下行驶。但这种设想带来一个大问题，电子在不断释放能量的过程中，最终会掉进原子核，整个原子也就不稳定了。显然，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的。但后来通过精密的实验，科学家们发现，电子其实并不是想去哪就去哪，而是只能待在一些特定的能级上，也就是离散的壳层。这些壳层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电子要么在这一层，要么在那一层，不能半路打住。这就好比一个人只能站在楼梯台阶上，而不能悬在两个台阶之间。更有趣的是，当电子跳楼梯，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时，它会吸收或释放出一定量的能量，这些能量正好表现为光的形式，也就是我们说的光子。这种跳跃不会是随意的，而是有固定规则的。正因为这样，每种元素的原子都会发出独特的光谱线，就像是它们的光之指纹，可供科学家识别。能量的量化不仅是一个数学现象，更是量子力学整个大厦的地基。它决定了原子内部的稳定性，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元素有着各自独特的化学性质。比如，氢和氧能够组成水，而氦却几乎不会和别的元素结合。这些现象背后都是量子能级在发挥作用。可以说，分子的形成、化学反应的发生，乃至生命的复杂构造，全都要归功于这套量子规则。量子力学的影响远不止于原子核内的电子跳跃，
它的触角已经深入到了整个科技世界的方方面面，从基础物理学延伸到材料科学、化学、生物学，甚至信息技术与宇宙学。量子力学就像一股看不见的潮流，推动着我们不断向未知前进。其中最具颠覆性的应用之一就是量子计算。这一前沿科技并不是对现有电脑的简单升级，而是基于量子力学的全新思维方式。它巧妙利用了叠加和纠缠这两大核心原理，让计算机在处理信息时不再局限于0和1的二元选择，而是能够同时进行多个运算，从而实现传统计算机望尘莫及的速度和效率。我们目前使用的所有电子设备，比如手机、电脑，它们的运算逻辑都是基于比特 （bit） 这个单位来进行的。每个比特只有2个状态，0或1，就像开关一样，要么开，要么关。这种逻辑虽然简单稳定，但在面对极其复杂的问题时，比如气候模拟、药物分子建模，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而量子计算则引入了量子比特 qubit 这一全新单位。它不像普通比特只能选开或关，而是可以同时处于开与关的叠加状态，就像一个人同时走在左右2条路上，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这正是量子世界的魔力。这种特性让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处理大量信息，实现并行计算的突破。也正是因为这种多线程的天赋，量子计算机有望在多个复杂领域实现革命性突破。比如在密码学中，它能破解目前最先进的加密算法；在优化问题上，它能帮企业在极短时间内找到最优方案；而在药物研发领域，它甚至可以模拟出药物与人体蛋白质的精准互动，大幅缩短新药上市的时间。这不再是科幻，而是逐渐成为现实的未来。如今，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发量子算法和硬件设备，试图将这一理论变为现实工具。就像最早的蒸汽机点燃了工业革命的火种，量子计算也可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擎。它不仅可能重塑信息科技的格局，还将深刻改变我们处理科学问题的方式，带来从根本上的飞跃。除了叠加，量子力学中还有一个更令人着迷的现象，那就是量子纠缠。它描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关联关系，2个或多个粒子在某种条件下会变得心有灵犀，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联动。无论它们之间相隔多远，哪怕一个在地球，另一个飞到了银河系的另一端，其中一个的状态变化，另一个会瞬间响应。这种现象让爱因斯坦都为之震惊，称其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这正是爱因斯坦心中难以接受的地方。在他的世界观里，所有物理效应都应该是局部的，也就是说，一个粒子要影响另一个粒子，必须通过明确的物理过程，不能超光速地立刻传递信息。而纠缠现象打破了这种常规，它似乎不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则，直接挑战了经典物理的因果观与局部性原则。这也是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之间尚未完全调和的根源之一。当科学家对纠缠粒子进行大量实验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这些粒子的行为之间存在精确无比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完全无法用经典物理来解释。他们不是约好之后各走各的路，而是从根本上处于一种共享命运的状态。只要你测量其中一个，另一个的状态就立即被确定。这种深层次的关联性已经被实验证实无数次，是现代物理最神秘但也最真实的现象之一。令人兴奋的是，这种奇异的纠缠现象不仅存在于理论中，还已经在实际技术中找到了用武之地。特别是在量子通信领域，科学家们利用纠缠态开发出一种新型的保密方式——量子密钥分发。它允许双方在不被窃听的前提下安全交换加密密钥，一旦有第三方试图窥探，系统会立刻发现异常，从而终止通信。这为未来的信息安全开辟了一条近乎完美防盗的新路径。传统密码系统
通常依赖数学难题，比如大整数分解的复杂性，而量子通信则将安全性建立在自然规律之上。只要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成立，尤其是测量不可避免的扰动系统，那么就没有任何秘密监听手段能够悄无声息地窃取信息。也就是说，量子通信的安全性不是靠密码强，而是靠物理硬。从理论上讲，它几乎是不可破解的。随着量子力学的不断深入，它不仅在实验室中掀起革命，也在哲学界激起了千层浪。这些粒子及波的概念、测量及改变现实的思想，让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陷入了深刻的思考。我们所谓的现实，到底是真实存在，还是观测的一种产物？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物理的范畴，进入了意识、存在与认知的领域，引发了跨学科的广泛争论。尽管量子理论的数学预测无比精准，实验验证层出不穷，但它的解释权却至今没有定论。人们对于粒子为什么能同时在多个状态、测量究竟是改变了什么等问题仍意见不一。多个理论模型竞相登场，试图让量子世界的怪异行为与我们日常的常识世界达成某种和解，可至今没有哪种解释能彻底服众。这也成为物理学中最富争议却也最富魅力的谜团之一。其中最广为接受的解释之一叫哥本哈根诠释，由波尔和海森堡等人提出。他认为，在你进行测量之前，粒子是处于叠加态的，也就是说，它既在这里也在那里，既是零也是一。而一旦你测量它，就好比你逼它做决定，它才会从一堆可能中选定一个状态。这个过程叫波函数坍缩。这个观点虽然很实用，但也引发了关于现实是否依赖观察者的哲学争论。哥本哈根诠释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强调观察者的参与不可忽略。换句话说，现实不是一个在那儿等你去看的静态存在，而是因为你去看，它才成型。这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客观现实的传统认知，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人类是否只能看到我们参与创造的世界？这种观点让物理学和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与哥本哈根学派不同，美国物理学家埃弗里特在1950年代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观点，叫做多重世界诠释或多世界理论。他认为，波函数根本就没有什么坍缩这个过程，每一次量子测量产生的所有可能结果，其实都真的发生了，只不过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中展开。这就意味着，每当你抛一次硬币，宇宙就分裂一次，一边是正面朝上，一边是反面朝上。这一理论完全颠覆了我们对现实唯一性的认知。它告诉我们，宇宙并非只有一个正统版本，而是像一棵无限分叉的大树，每一个可能的结果都会在一个分支上实现。你现在正在听这个讲解，另一个你可能已经出门散步了，还有一个你可能成为了宇航员。这个设想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的桥段，但在量子力学的框架内，它有着严密的数学支持。虽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直接验证这些平行宇宙的存在，但它确实为解释量子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不可否认，量子力学的许多结论听起来简直像魔法，但它并不是空中楼阁。相反，它是现代物理中经受了最多实验检验的理论之一。无论是粒子的干涉行为，还是量子纠缠的非局域性，几乎所有相关预测都得到了实验的反复验证。它已成为科学界公认的解释微观世界最为精准和成功的理论工具，是理解物质与能量运行方式的黄金准则。而且，量子力学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殿堂，它的应用早已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你正在使用的手机靠的就是晶体管，而晶体管的发明背后正是量子理论的支持。医院里常见的 MRI 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也完全建立在量子自旋与磁场相互作用的原理之上。还有激光、太阳能电池、LED 灯，这一切都是量子世界赐予我们的科技结晶。
在材料科学领域，量子力学更是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科学家们如今正集中研究一些奇特材料，比如拓扑绝缘体和超导体，它们在极端条件下展现出违反常规的电学与磁学性质。这些材料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凝聚态物理的理解边界，也有望在量子计算、能源传输等领域掀起新的技术革命。可以说，量子理论正在为我们打造下一个科技新纪元。当然，探索总是伴随着新的谜团。正当我们以为已经掌握了量子世界的钥匙，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比如，量子力学能否与描述宇宙尺度的广义相对论兼容？暗物质和暗能量与量子现象之间是否有关联？这些问题尚无定论，却不断刺激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更高追求。在现代物理学中，有一项终极使命，那就是寻找一套统一理论，能够把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两大巨擘融合起来。前者描述的是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后者解释的是星系、黑洞和宇宙膨胀的宏观现象。然而，两者却始终无法无缝对接，就像两套不同的操作系统。一个真正的量子引力理论或万有理论，是当代科学家心中的圣杯。你可以这样理解，量子力学是微观领域的规则制定者，它主导着电子、夸克、光子的行为。而广义相对论则像是宇宙的总规划师，负责掌控时间、空间和引力的运行方式。两个体系各自都极为精确，但在一些极端环境下，比如黑洞中心或者宇宙大爆炸的最初时刻，这两种理论却彼此冲突，无法共存。因此，寻找两者之间的桥梁，是理解宇宙本质的关键一步。想要真正理解宇宙的最极端场景，比如黑洞内部那引力无限强的起点，或者宇宙诞生那一刻的高温高密状态，仅靠量子力学或广义相对论中的任意一个都不够。因为在这些区域，既存在强烈的引力，又有剧烈的量子波动。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套统一的理论，就有可能揭开宇宙最深层的秘密，甚至回答宇宙为何存在这样终极的问题。总而言之，量子力学不仅仅是一套方程式，更是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它推翻了我们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固有认知，把宇宙从一个钟表式机械系统变成了一个充满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动态舞台。每一个粒子都似乎在说，别用过去的眼光看我，我比你想的复杂得多。这门科学重新定义了我们所理解的现实。通过引入波粒二象性这种身份模糊的现象，叠加态这种一心多用的存在状态，以及量子纠缠这种打破空间距离的神秘连接，量子力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宇宙图景。这个宇宙不再是被精确公式牢牢锁死的，而是由概率驱动，充满潜力和多样性的。这些看似违反直觉的特性，恰恰是微观世界的常态。从最初对电子行为的数学描绘，到如今推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加密等一系列突破性应用，量子力学早已超越了学术范畴，成为推动科技浪潮的强劲引擎。它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去挑战极限，打破边界，也让技术从理论走进现实，把未来的种子种在了今天的土地上。每一次我们深入量子领域，就像是在宇宙的深处点亮一盏灯，照见了事物更本质的面貌。我们开始意识到，所谓现实未必如我们眼见耳闻那般简单，所谓存在可能只是概率云中的一个瞬间凝聚。量子力学不仅挑战了我们的知识边界，也挑战了我们关于自我、时间和命运的根本认知。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我们究竟了解这个宇宙多少？可以肯定的是，量子力学的旅程才刚刚启程。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研究者们持续探索更深层的规律，开发更强大的技术，我们势必会迎来一波又一波令人震撼的新发现。从破解宇宙的起源，
到实现超越现有计算极限的机器，再到可能揭示意识的根源，量子力学仍隐藏着无数谜题等待我们解开。量子力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从确定性到概率，从静态现实到观测生成，它重新塑造了真实的定义。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从科技创新到哲学反思，量子力学仍在启发人类不断前行。未来的发现也许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